Hello Hello，欢迎回到3分钟热度塔罗频道，我是佐助，欢迎大家。欢迎，我是晶晶，大家好呀。那今天我们要录的话题是来自一位粉丝的投稿，叫做他因为什么不主动。然后这个背后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他有些客观的因素导致他无法，也可能是因为他主观上不想再主动了。那我们就来拆析一下这个问题。然后这边已经选好了3组牌，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那大家默念这个问题，选择你最有感应的组，我们后面见吧。Hello Hello，欢迎选择第一组的小伙伴们，你们选到的参照牌卡是这一张，然后这边也抽好了3张塔罗牌，分别是圣杯女皇的逆位、死神的正位，还有张圣杯2的正位。那我先来讲一下我的想法吧。我觉得这3张牌给我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它全是水。就这边首先有2张圣杯的元素，这边死神代表天蝎座，它也是水象星座的能量嘛，所以我会有一个感觉是说，我们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不主动？主动这件事情它是一种行为，但是水元素呢，它更多的又是一种被动的一种情绪，所以那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没有可能，有些行为，比如说你引起了他情绪上的变动，对他来说，主动想你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一个主动了，就是每个人对主动的定义可能不一样。对这个人而言，他可能本人就是一个没有行动力的人，所以在我们常规的人的眼里看来是说这个人没有主动，但他对他而言，其实你们的关系对他其实是挺深刻的，能引发他很多的情绪上的波动，对他而言是很在意这件事情的。那只是他本人的性格可能真的就是没有那种火元素那种所谓的代表行动力的那一面。那这是一个大的基调，那我们再讲具体你到底怎么影响他，他到底有什么就是没有办法主动的一些客观的原因。那首先这边起牌是一个圣杯女皇的逆位，圣杯女皇的逆位，我先按照这3张牌的一个从左到右的能量流，我会有一个感觉，那这是其中一种可能啊，就是他可能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他可能会觉得是说，过去付出了很多，就是有一点像是做你的那个情绪上的支撑点什么之类的，或者说很关心、很关注这段关系，已经做很久了。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了，然后呢，他觉得现在是说，他想把关注力放回自己身上，因为他觉得过去可能投入太多了，他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他有一个这样的心理。那基于这样的心理，所以他其实想要结束过去那种过度投入的那种状态。这边一个死神嘛，他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是说我们之间的互动是平等的，而不是说只有我一方是过多的去投入的。他期待能达到一个，就是我给你一杯水，你还我一杯水，而不是说我一直拿个大瓶子去浇水在这段关系里。所以这是一种可能，就是他把自己其实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说有进一步主动的一个行为。那第二种可能性的话，我可能再悲观一点，就是因为咱们这边是死神直接走到了一个圣杯2的位置，可能这个圣杯2代表的不是和你，是他一个理想的期待的关系。也就是说，他觉得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可能他觉得，现在这个状态他并没有很满意，或者是说他其实也没有想再多的投入了。那正是因为这样的话，他觉得他理想中关系应该是像圣杯2这个样子的，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是一个互相平等尊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他觉得在这个关系里可能看不到这样的希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决定就是撤回自己的投入，就是一个不主动的姿态。那这是第二种可能性。那第三种可能性的话，可以稍微乐观一点，对，因为这边的死神他其实除了结束，还有一个重生的感觉嘛。那他本人我觉得，有死神这个能量，不管怎么样，他那种天蝎座那种极致的情感情绪肯定是有的。那这种可能性就是说，其实对他而言，他很在意这段关系，但是呢，他本人是那种想要极致感情的人，他不是像那种平常的试探，他其实不放在眼里，或者说这不是他想要做的事情。我所谓的平常的试探，比如说两个人可能暧昧初期，比如说约你出去看个电影、买杯咖啡，然后 small talk 一下这个样子，这是很稀疏平常的一些行为嘛。那在这个人的眼里，他会觉得是说，这些小行为他不屑于去做，他觉得一段真正的关系，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要么零，要么就是全无，要么就是全有这种状态。那他现在可能就处于一个
一个可能情绪上还没有准备好去到那个全有，但是你对他绝对也不是全无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卡在那一步吧，就是他还在积蓄自己的能量。等那个能量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能就直接来一波大的，可能就比如说直接表白了或者怎么样之类的。但是他其实不屑于做那些很小的那种主动的行为。那这是一个我觉得他在他身上看到的，如果从死神这张牌看到的一个能量，对。所以可能他想要的是一步到位，而不是前期有很多诸多的试探。那这是第三种可能性。那我这边就先分析这几种可能性吧，听听晶晶老师的想法。好的，我觉得组主老师的想法已经非常非常的完整了。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他不主动呢？是因为你看这牌上也的确没有火元素，就是我自己觉得是他现在不想主动。但至于为什么他不想呢？其实我觉得就像组主老师说的，他不是没有感情，这牌上全是感情，甚至可能就是死神这张牌就是水元素非常的重，但死神这张牌其实我觉得火元素也挺重的。天蝎座毕竟是一个火星守护的星座嘛，然后但是呢，他就是为什么没有这么有感情还没有主动呢？我觉得还是就出在死神这张牌上，他势必得结束一点什么东西，他才能够去主动。就这张牌给的答案已经也蛮明确了，而且这种结束是彻底的结束。那如果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圣杯女皇是一个人，然后圣杯二是两个人。他想要从一个人走向两个人的这种达成共识的话，那他要结束的东西可能对他而言太难了。就是死神这张牌，他所要去摧毁的是他过去所有的，或者是说，无论他是要摧毁跟你的关系，还是摧毁他自己的别的关系，或者是别的困难，这个东西其实对他而言，因为死神是一张代表着一个重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要去结束这个东西，他可能就像这些流水一样，在中间慢慢的去走，他可能已经结束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还有很多的困难他没有去解决。那有可能比如说他作为一个圣杯女皇，他坐那儿想这些很困难的东西，他觉得他做不到，他做不了，然后拿不出这样的行动去结束那些东西，那 OK， 他知道他必须得做到那样才能达到圣杯二的状态，那他就是没办法做到，所以那他可能没有行动，他自己在就是想法上就放弃了。那也有可能是他其实现在正在做这个努力，就像佐助老师说的第三种情况，他可能在做，但他做太慢了，而且这是他自己在处理他自己的事情，其实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因为他又没有多余的精力再来处理你了，所以就是让你感觉好像他对你没有行动，但其实是他自己有努力的，但是呢，这个努力还没有到要处理跟你之间的关系上，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两种情况吧。但是我觉得这个牌还是蛮直接的，就是感情肯定是有感情的，就像佐助老师说的，就还是这件事情蛮牵动他情绪的，但是呢，就是有感情不等于有结果。咱们都是现代人，那现代的感情关系其实是要有非常多的客观的现实条件所构成的，对，所以就可能就是这中间又没有土元素，又没有虽然死神有一点行动吧，但是也没有权杖元素，就是完全不现实这个东西。就在我看来，我常常会觉得。的确，虽然我是个很乐观的人，但是我的确觉得对你们俩或者他的想法来说，他会偏悲观一点，因为没有现实的元素压在这里面的话，那两情相悦其实是一个很难去达成，甚至有点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才可能去达成的一件事情，因为死神在中间有个分野嘛。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目前内心的想法，这是我的一点补充吧。那我顺着晶晶老师的话讲，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看这个参照牌卡，它是两个人并肩而行，但他们之间其实没有过多交流的嘛。然后这边有一个圣杯二，其实这两张牌都给我一个感觉是，你们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感情，就是哪怕你们之间从未挑明过，但是你们之间彼此都知道彼此对对方的心意，可能也是因为有这个前提，他会觉得是说，在他没有完成死神就是处理过去的那些
影响你们关系或者他身上的一些状态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没有必要去做行动，因为他觉得他不做的话，其实你们之间也是懂彼此的，也不用一些很小的行动、很小的话语去说明白，反而是说等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然后可能再去真的做一个真正的重大的一个主动的行为。这是一个小小的补充吧。那第一组牌我们就解到这里了，希望对你有一点启发。我们下个话题再见，拜拜。拜拜。Hello，欢迎第二组的小伙伴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参照牌卡是这一张，然后抽到的塔罗牌分别是一张需要打码的恶魔的逆位，然后一张宝剑3的正位，还有一张星币 Ace 的正位。那我先来讲一下我的想法吧。首先我先抛出一个稍微有点冒犯的想法，那就是这边因为宝剑3和恶魔的逆位，其实三方能量还蛮重的。那最简单直接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可能你或者对方，其中有人身处在另一段关系里，或者说有暧昧对象或者怎样，就是你们的关系不只是有你们两个吧，可能也涉及到其他人。然后他相对来讲还算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人，因为这边确实有恶魔和星币都是土元素的能量比较重的这样种牌。那因为他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责任心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可能不想让这3个人里有任何一个人受伤，所以他选择了不主动，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直接的一个可能性。好，那第二个可能性我们说一下，假如说你们没有所谓的三方能量纠缠，那他为什么还是不主动呢？那我觉得可能对方其实是相对来讲会想很多的人，他的想很多是说他会考量，如果我们推动这段关系，我们需要考量的实际层面的东西比如说随便举例子，家境啊，或者是说他的物质基础呀，或者是说你们未来关系的发展呀，比如说如果你们不在一个城市，那到底要怎么推进，或者是说比如说我的工作不稳定，那我是不是应该等自己的状态稳定了之后，然后再去推动这段关系，等等等等，就是他会考虑很多现实层面的东西，他希望那些现实的层面的东西都落地了，自己整个人的状态稍微松弛一点了，然后再去主动再去推进你们的关系。因为现有的这些种种现实层面的考量，其实他相对来讲应该也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那这些认知对他而言是一种负担，他带着这种负担，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进一步去做任何有主动性的行为的。那这是第二种可能性。那第三种可能性的话，因为这边有个恶魔的逆位嘛，恶魔的逆位感觉从恶魔的逆位推到一个宝剑3，推到一个星币 Ace，那不同于前面两种背景，我们就单说你们没有什么所谓的物质层面的考量，没有第三方关系，就是单纯的2个人可能有一些暧昧，那为什么他停止主动了，或者是不继续主动了？那我觉得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扎心的一个可能性啊，就是对方觉得有一些受伤，对方想要从你们现在这个关系里挣脱出来了，可能他会觉得你们这段关系虽然让他很上瘾，但他觉得其实是没有那么所谓的健康的关系，那可能发生过一些争执，一些价值观上的冲突，让他觉得蛮受伤的，那他可能就认清了这个关系对他而言不是一个他想要的关系，那他觉得他应该去另寻出路这个样子，哪怕是说不是说和别人在一起，而只是说他应该回到自身，关注自身，而不是说去继续耗在这段关系里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扎心，但也是一种可能性啊。那这边我先就分析这3种可能性，我们听听晶晶老师的想法吧。好的，我的想法跟佐助老师也大概是一样的，因为佐助老师的确是讲得很完整了。我觉得其实比较明显的一点，虽然我们俩在聊的时候觉得跟第一组牌的故事有某些就是似曾相识或者共通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从元素上来分析来看，这第二组其实它的土元素会比第一组更重一点。所以我会在想，那第一组可能他为什么不主动？因为他的想法全部在他的思绪和感受里面了，他没有行动力放在行动上。那第二组为什么不主动呢？那可能我的关键词就是你们的现实压力实在太大了，或者是现实的阻碍实在太大了。这个阻碍有非常现实的，比如说
之前佐助老师也提到过，那他可能在一段关系里面，Devil 他怎么说都是一段链接，那他在这段链接里，无论是他跟对方链接，即便现在有裂痕了，但是他可能还是想要用一种更怎么说健康的方式去把之前的那段关系给处理好，所以呢他可能会没有，就是对你这边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行动力。那也有可能，因为刚刚佐助老师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他有提到过宝剑3其实是土星落天秤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其实就是说，他的确是一个不愿让别人受伤的人，就可能土星管住了他的这些关于美好的生活的一些想象，或者美丽的人事物感情的一些期待。他约住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东西之后呢，那他对于你可能会，比如说你们会开启一段新的美好的关系，这件事情也会有一些的压抑和压制，所以他就是宁愿自己在默默受伤，可能也不会说我现在就要拿出行动力来，然后跟你去开启一段什么样的关系。然后第3张牌，那星币 Ace 的正位，我觉得它其实讲的就是你们的关系还缺乏落地的土壤，还缺乏落地的现实的因素，那就有可能，因为你看是从天空上飘来的嘛，那即便你俩对于关系本身或者对于未来都达成了一种共识，或者有了一种共同的期待和想象，但是你俩所处的环境，无论，因为我看就是无论是宝剑还是星币都是从天上来的，它给我一种的确可能有一点异地呀，或者是怎么远距离的这种感觉。那有可能再看到这张没法落地的牌，那有可能你们现在的现实因素挺大的，没有就是有一种远距离沟通交流的感受，那没有办法线下的见面，那对他而言他会觉得那这段关系具体之后如果我们俩真的在一起，那我们俩在哪里呢？在哪里在一起呢？对吧？那其实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现实问题，所以他其实我会觉得这一组就真的是认认真真在考虑一些你们关系开始的可能性，但可能对他而言，考虑完这些之后就会发现开始的可能性挺难的，他要去处理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他还挺受伤的，所以就会导致你会觉得他现在并没有行动力。其实我觉得于我而言，因为其实第一组他还有一张死神牌在往前走，无论是要结束跟你的关系，还是要结束他自己的关系，反正他是在往前走的。但是这3张牌其实我看不到一个推动的力量，也就是说他其实真的有可能因为现实的困扰太过庞大，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放弃了行动。他是真的觉得我解决不了，那我们就搁这儿吧，就是搁置吧，我们就伤心吧，没有问题，我可以伤心，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有行动了，这是可能这3张牌给我的感受。就是他们第一组的确还不太一样一点，就是他的往前推进的这个的确是看不到的。或者是说接着晶晶老师的话讲，他可能也在等一个时机，就是稍有安慰的是这边确实有一张星币 Ace 的正位，那星币 Ace 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种子，就是说他对你们的关系也没有说是完全的放弃，他可能把它视为一个种子，然后等到合适的季节到来的时候，他在允许这个关系怎样的发芽，长出怎样的花朵。但是此时此刻的话，他可能确实是自己也饱受困扰，也没有什么行动力。大概是这样了。那第2组牌我们就解到这里，希望对你们有一定的启发。我们下个话题再见啦，拜拜。拜拜。Hello， 欢迎选择第3组的小伙伴们，你们选到参照牌卡是这一张，然后这边已经抽好了3张塔罗牌，分别是一张权杖3的逆位，星币8的正位，还有一张权杖5的正位。那我们先请晶晶老师讲一下他的想法吧。好的，我刚刚在跟佐助老师聊天的过程中，我说咱们这前面第1组所缺的元素全在第3组了，就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不主动嘛？但是呢，这3张牌看上去非常的有行动力，就是又权杖又星币了，就是又有行动力然后又很现实，还稳扎稳打。那为什么你还是会觉得他不主动呢？其实我就是有一个爆言了，对这3张牌，我觉得是首先
他在忙他自己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事情，特别是我觉得是他自己工作上的事情，对他而言，现在是处于一个一团乱麻的阶段。他比如说，开会很忙，然后要跟不同的团队去合作一个项目，然后甚至在里面抢资源、旋转腾挪，而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一个时间很短的东西？这个项目对他而言。那他可能比如说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业，他现在在冲刺，然后他每天都是很认真的稳扎稳打的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可以说是全情投入吧。那当他拥有这样的一个稳定的生活，稳定且忙碌的生活，然后要处理很多突发事件的生活状态的时候，那跟你的关系，你可能对他而言，你们甚至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能经常见面的关系，然后不是一个线下就是很 close 的关系，然后有可能甚至你们还是异地那对他而言就是一个需要远距离处理的问题。那在他现在的生活的层级里面，他可能就会往后去排了。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他现在不主动的原因，因为他现在生活里有别的事情需要他去处理，然后处理这个事情会消耗他大量的能量，且消耗他的一个日常的 routine 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你而言，他现在可能拿不出手来处理一个对他而言不在眼前的、不在当下的，甚至有段距离的一个人。这是我觉得的第一种情况，就他自己真的很忙他没有干别的事情，就他忙就把他的精力都给消耗了。那还有就是第二个情况呢，我觉得是我觉得一言以蔽之，就是他再主动，他再努力，但是你感受不到，是因为你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嘛。那比如说异地比如说一些未来，根据关于未来的规划，比如说你们现在的关系其实已经在一起了那你可能想问的是为什么他不主动提结婚那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或者不主动把关系往下去推一步，那他可能的想法就是你们未来的这一步于他现在而言，他还要再做一些准备，他还要再处理一些问题，他才能够去向你提出这个下一步。所以有可能比如说甚至比如说你们一直在暧昧也挺久的了，然后感觉感情也挺好的，你就在想为什么他不提说不主动提说那我们就正式在一起吧，进入一段稳定的 relationship。那他可能他自己现在在为了这段稳定的 relationship 在做一些努力，这个努力可能是比如说他需要更多的物质的安全比如说结婚那涉及到买房，他可能积累更多的物质基础。那也有可能比如说他要把关系往下推一步，要确定下来，他还要处理一些你身边别的竞争者，因为觉得他可能掂量了自己之后，他会觉得自己的条件可能没有别人好，那可能还在为了自己这个条件，就是为了你们的关系能往下推一步的这个条件在努力。然后呢，因为他没有去直接的向你提出来这个关于未来的规划，所以你可能觉得他不主动，但其实他自己还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觉得他自己其实还是在主动的，是在为了一些物质条件而在努力的。这可能是我的两个看法吧，可以听听左珠老师的想法。好呀，我觉得金晶老师这两个想法就是两种不同的可能性，挺完整的。我就补充一些其他的小点吧。因为我看这组牌的时候，一个很有趣的点是，咱们这边有个权杖3，有个权杖5，然后中间有一个星币8，就是这个数字358，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这个星币8，我觉得有点像他本人的状态，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可能就是那种推进事情，他喜欢慢慢磨的那种人。他哪怕你觉得他外表上表现做事情明明挺麻溜的，或者是说跟你们之间的一些互动就是挺开朗，挺愿意推进的，但其实他的底色来讲的话，他其实是需要一定的笃定感，然后再往前推进的。就比如说他可以跟你很好的每周固定的见2面，然后吃饭看电影什么之类的，但是真到了那个确定关系的那一步，他其实会去考量很久的。因为其实甚至是有点那个生意人的思维吧，就是他觉得我们到底要不要真的迈入那个很重要的那一步，他要考量的东西很多，而且有时候是有很多现实层面的考量的。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他其中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在主动，就是他其实会考量一些现实的东西，以及他本人是喜欢那种要有
自己要有一定的确定感，就比如说在你们这个关系里要有一定的确定感，他觉得值得，然后他才会再做下一步的投入这个样子。那这边还有一个权杖3的逆位和一个权杖5，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说，你们可能不是1对1的关系，就比如说你们之间，比如说同时有一些其他的追求者，那他可能有这个感受到这种竞争意识，就是他可能会感受到你好像也在和其他人聊，或者是说他觉得有其他人对你有好感，他可能感受到这种竞争感。那这个竞争感其实是让他有点犹豫的，他在考虑就是投入和产出的成本，就是他还是有一点生意人的思维，他在考虑这件事情。那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再进一步去做一个主动的行为。那这边还有一个权杖3的逆位，权杖3逆位我觉得也可以呈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可能会被过去的一些东西所困扰，就比如说过去的一些情感模式，过去经历的一些人事物。我们再可以看一下，结合这个参照牌卡，这个盒子它有一点像迷宫的感觉，所以它某一部分他的自己其实有点被困在过去了，他有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自我是活在过去的。那这也是我们如果说的严重一点，可能会那一部分的过去影响他现在或者说未来做行为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比如说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比如说在关系里受过某一类的伤，那可能他有点 PTSD， 他不敢在同一个情景里轻举妄动这个样子，那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主动。对，所以我整个看牌面，虽然这边有2张火元素，但是这边数字最高的是这个星币8，我会有种感觉是，他当然是有冲劲，当然是有一些行动，但这个行动真的落地到那个现实层面本身来讲的话，他其实还是会说变成一个生意人的思维，去有很多现实层面的考量这个样子。那这边就是我的一个视角的补充了。那我们第3，我也没有别的补充了。好，那我们第3组就解到这里，希望给大家一点启发。那我们下个话题再见了，拜拜。拜拜。